你有看过海沙屋吗？为什么有些房子内部装潢的漂漂亮亮，一走到楼梯间却又变得残破不堪，一整片都是钢筋外露？为什么有些房子一走进去就会头晕，明明没有风，门却自己关了起来？还有一个最多人好奇的，凶宅到底算不算是瑕疵？有瑕疵的房子为什么还有人会买？今天这一集影片，阿忠要带朋友们来了解常见的瑕疵。Hello， 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忠。之前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谈漏水，因为渗漏水的确是交易纠纷当中最常见的状况之一。不过渗漏水再严重，只要氪金都能解决。今天这一集影片会带各位朋友们来了解，还有什么瑕疵是氪金可以解决的，又有哪些瑕疵是即使氪金也难以解决的，也是希望能够避免朋友们在买屋的过程中踩雷。不过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是正准备要买卖房地产的朋友，请先把订阅按下去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这样就可以用最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搞懂房地产的各种知识咯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第一个，我们就来讲讲海沙屋这个名词，你一定有听过，但是你有看过吗？就算你看到的是一间海沙屋，你认得出来吗？照惯例，我们先把它变得简单一点。什么是海沙屋？其实海沙屋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，在法律上的正式名称是高氯离子含量建筑物。跟氯离子有什么关系？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的混凝土当中含有太多的氯离子，它就容易导致钢筋膨胀起来。钢筋膨胀到比原本粗很多的话，就会把混凝土撑开，就会变成你看到的这种裂开的状况，甚至会剥落，整块掉在地上，整片的钢筋就会露出。我就有遇过这样的案例。交屋之后，新屋主要做装潢了，师傅到现场一看，这个地方的天花板鼓鼓的，不太对劲，建议新屋主拆掉。一拆开来，整片的天花板碎成一块一块的，跟着装潢一起掉下来。当然后来前屋主也是赔了不少钱给对方。那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建筑物会有高浓度的氯离子？因为大约在民国70年代的时候，也就是10大建设的时期，当时到处都在盖东西，河沙的用量相当的大，盖到后来河沙不够用了，就往出海口的附近去采沙，采出来的就是俗称的海沙，氯离子的含量就比较高，就导致那个时期盖出来的房子很多都有氯离子偏高的情况。那氯离子浓度偏高，要高到多少才叫做偏高呢？根据经济部修订的国家标准，最一开始是民国83年订立的，只要每立方公尺的氯离子浓度超过 0.6 公斤，就算是超标。而随着后来20年的陆续修改，目前最新的规定是，每立方公尺只要超过 0.15 公斤，就已经算是超标了。这边做个补充，要知道有没有买到氯离子超标的房子，还得要看购屋的时间点，这个是由法院判例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是民国103年买的房子，那要超过 0.3 才算是超标。而除了氯离子超标以外，你也可以寻求以下的专业机构来帮你评估房屋的结构安全，也就是用专业的方式来检测房屋的地板应力。一旦评估出来房屋的结构是不安全，那这间房子就可以说是100%的海沙屋了，是会被列管清册的。那有没有办法在看房的时候就先判断这间房子是不是海沙屋呢？阿忠之前在内湖服务看过的案例确实不少，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大致判断的小技巧，也就是看公共空间。这个原理就是要你去看那些没有人照料的地方，尤其是要爬楼梯的公寓。大部分人会把自己屋内的装潢整理漂亮，但是很少看过有人会去整理楼梯间或是1楼的大门，尤其是顶楼楼梯间。之前我们在讲漏水的影片里也有提到，因为常年跟雨水和湿气接触，这种就是最容易发作的地方。再来一个也是房仲常用的小技巧，就是进到屋内的时候，如果它的天花板都是装潢好包起来的，那我们在不要破坏人家装潢的前提之下，轻轻的敲敲看它的天花板，听听看有没有沙沙的声音。这是因为如果有氯离子偏高的情况，它包着的部分里面的天花板有可能已经有剥落的状况，剥落掉下来就会在天花板里面一块一块的，你去敲它就会弹起来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海沙屋做个小总结，就是开头提到的氪金也难以解决。不过你知道有些人是专门在收购这些房子吗？因为如果是有列管的海沙屋，是有比较高的几率可以推动都更，具体高了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的确可以赚不少。但是如果你是要自住的，我一定是建议你不要碰，钱可以再赚，但是千万不要拿命去换。再来我们谈谈辐射屋，这个也是氪金难以解决的。
辐射屋主要也是民国71年到75年盖的房子。当时的某一家炼钢厂在生产钢筋的过程当中，把夹杂有废弃辐射源的废铁原料一并给融进去。那这一批盖出来的房子，主要是坐落在台北和桃园。如果你的家人朋友有人在北部持有房产的，也刚好是那几年盖的房子，可以到原能会的网站上去查询，这一批盖出来的房子是有被列管的，或是到这个地图看一下，以免变成人家说的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瑕疵，就是所谓的倾斜。有些人对于倾斜就特别的敏感，只要一走进屋子就会感觉到头晕。那如果是房仲遇到倾斜的房子，我们的反射动作就是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弹珠，丢在地上，看看会不会自己滚动起来。如果弹珠自己会滚，那这间房子就有很高的几率有倾斜的问题。但是即使我没有感觉到倾斜，如果注意到某一个现象，也会让我想要测试房子有没有倾斜。那就是当我一踏进屋子里，明明没有风在吹，大门却自己关了起来。这种无风自关的现象，就是有可能倾斜。这个时候就会默默地从背包里掏出一颗弹珠。那为什么房屋会变得倾斜？有可能是地基不稳、梁柱损坏，或是附近的施工造成了零损。那倾斜算是氪金可以解决的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看斜率。我这里就不着重在斜率怎么计算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暂停来仔细研究。我们翻开过去法院的判例，如果房屋的斜率超过1/40，就表示房屋有结构安全的问题，需要重建或拆除。这个就是氪金也难以解决的程度。如果是超过200%，但不到1/40的，表示房屋是有安全的疑虑，建议做修复或补强。比较硬派一点的就是做辅正，但是难度蛮高的。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俗称的抓水平，也就是透过装潢的方式去把屋内地板的水平抓平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用混凝土的方式去抓水平，除了会增加房子的负重，也因为倾斜那一边的混凝土比较厚，另一边比较薄，那也是在加快房屋倾斜的速度。最后再补充一个，有些物件是屋主之前抓过水平，所以当你踏进屋内反而没什么感觉。我都会建议买方在看房时要连同公共环境一起看，宁愿看房的时候多看个5分钟，也不要花了毕生积蓄买到有瑕疵的房子。我知道一定有很多观众是想要听凶宅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每一个台南人都有一份自己珍藏的口袋名单，每个房仲也都有一份故事清单。But 这个时候怎么能够不挖坑呢？故事的部分我们一定会专门出一集来讲。今天我们就先来解答，究竟凶宅算不算物之瑕疵？开门见山的说，凶宅是会造成买受人心生畏惧，是会降低这间房子的市场接受度，影响到交易价值，是属于物之瑕疵，也是属于花钱也难以解决的。物之瑕疵到底是什么？怎么提了好几次？关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，因为会需要讲解一大堆的法律条文，内容真的比较哈扣一点，我们会再另外做一集影片，并且尽量白话来讲解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几个小美感。海砂屋是因为氯离子偏高，通常特征是钢筋外露。简易判断方式是观察公共区域，像是楼梯间或出入口，或是敲一下天花板，听听看有没有沙沙的声音。倾斜屋可以透过一颗弹珠来判断，或者看大门会不会无风自关。倾斜程度是看斜率，超过1/40就需要拆除或重建，介于200%到1/40之间，就建议做修复或补强。根据法院判例，凶宅属于物之瑕疵。总结来说，当你看到了一间房子觉得有合适，除了要参考现况调查说明书以外，你也不妨多多观察今天提到的这几个小细节。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，千万不要乱缴学费，赶快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祝福你买卖房子一路顺遂。如果今天这集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按赞并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常见的瑕疵有哪些。如果想要看比较轻松的话题，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房地产的问题想要咨询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。如果对其他主题有兴趣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。这里是房仲老实说，我们下次见。